各位朗学院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那么这一期呢，我接着来讲贝多芬，我们来讲贝多芬的协奏曲。刚好呢，郎朗老师这一期呢还在讲这个贝多芬啊，这个月光奏鸣曲的第3乐章。其实郎朗老师啊，最近一直有贝多芬的5部钢琴协奏曲的巡演的计划啊。然后呢，因为2027年就是贝多芬逝世200周年了嘛。对，然后贝多芬呢一共有5部钢琴协奏曲，所以呢我们这期也来讲解一下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过协奏曲这样的一个题材啊，然后呢维瓦尔第啊，就是写了4季的那个维瓦尔第啊，意大利人被人称为红发神父，他是协奏曲之父。然后呢莫扎特他其实也写了非常多的钢琴协奏曲，莫扎特有27部钢琴协奏曲。那么贝多芬呢，你严格来说呢，其实是有6部主要的协奏曲啊，或者说7部吧啊，其中呢5部是钢琴协奏曲啊，小提琴协奏曲呢有1部，还有1部呢是小提琴、钢琴和大提琴3重协奏曲。所以呢，你从数量上来看啊，贝多芬和莫扎特甚至跟这个维瓦尔第比起来啊，他都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从质量上来说呢，我可以这么说，贝多芬呢1部协奏曲拿出来，基本上是一口气推倒所有维瓦尔第协奏曲加起来的影响力。而且呢，我这话说的还真是不夸张啊，可以完全的负责任的说啊，你可以认为现代的钢琴协奏曲啊，或者说现代的整个协奏曲啊，不管什么乐器，应该说是从贝多芬开始才达到了今天的这个规模、这个档次。贝多芬之前的协奏曲有一个特点，就是演奏者呀，他自己是可以去充当乐队的指挥的啊，这是一种非常规则的协奏曲啊。这儿呢，咱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小小的乐理啊，古典音乐啊，尤其是贝多芬之前的古典主义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些古典音乐，他们的进行方式啊，都是以小节为单位的，就是每一个小节里面有多少拍。如果学过一点的这个乐理，你就知道不同的拍子对应于不同的进行的这个形式。比方说啊，这个之前郎朗老师有讲到这个肖邦的圆舞曲，或者说叫华尔兹，它就是这种1 2 3 1 2 3的这种形式啊，一小节有3拍。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进行曲，它可能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走的，它可能就是2拍子啊，就是1 2 1 2 1 2。那么整个曲子呢，其实都是以这种以小节为一个单元啊。那这个小节呢，它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小节这样进行下去，中间呢是比较均匀的，它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它这速度啊是恒定的。所以对于演奏者来说，他当然可以兼顾指挥的工作，因为其实原则上来讲，那个时期就是贝多芬之前的协奏曲啊，乐队的人他可以不看指挥，他就是对着那个谱子数拍子，也能够很好的对到一块儿去啊。因为没有什么意外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非常的规则嘛。但是从贝多芬开始呢，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贝多芬的这个协奏曲啊，它几乎是独奏者兼顾指挥，它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贝多芬的协奏曲，它的规模呢就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它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去协调的地方。在音乐当中呢，你经常还会出现一个标记叫做 fermata 这样的一个记号。什么叫 fermata 呢？ fermata 在意大利文里面它就是停止、停顿啊 ，pause 啊 ，stop 这样的意思。你可以理解啊，它是一种任意的停顿，就是你想停多久都行啊。比方说这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这个命运啊，一开始这个咪咪咪哆瑞瑞瑞西，对吧？后面这2个音咪咪咪哆的这个哆和瑞瑞瑞西这个西这2个音的长短呢，它标记了一个 fermata， 就是标记了一个无限延长。指挥家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长一点，有的人喜欢短一点。比方说卡拉扬他的风格呢，最后那个无限延长是比较适中的。那么卡洛斯克莱伯呢，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拖得比较长啊。这2种处理方式它其实听上去那感觉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指挥去统筹全局，去协调乐团，你说一个乐团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大家怎么知道这个音应该拉多长呢？所以说啊，在贝多芬的这个音乐当中啊，他已经开始有了这种不规则的东西之后啊，他的协奏曲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不是之前像莫扎特的协奏曲那种规模大概30分钟以内他就了不起了。所以说贝多芬的协奏曲它是协奏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那这个重要性我就跟你交代清楚了。还有一个佐证呢，就是业界有所谓的世界5大钢琴协奏曲的说法。这个5大钢琴协奏曲当中啊，它没有任何一个协奏曲是贝多芬之前的协奏曲啊，那就很说明问题了。所以说从重要性来讲，贝多芬的协奏曲它可以说是开了先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好，那么你接着下去呢，你就会发现毫不意外啊，贝多芬这个人啊，
他喜欢不断的去创新，他不光颠覆别人，他也颠覆自个儿啊。那我们就先来讲讲看贝多芬的这5个钢琴协奏曲啊。我认为呢，这5个钢琴协奏曲呢，你也可以分为4组来理解。首先呢，第1号协奏曲 C 大调第1协奏曲和这个 OP19 就是降 B 大调第2协奏曲呢，这可以当做一组。这2部作品呢，跟他的这个早期钢琴奏鸣曲差不多啊，因为是同一时期写作的嘛，相对来说他的这个风格啊，就属于比较的这个维也纳古典乐派，是那种轻松优雅的风格这样的一种形式啊。但是呢，里面也夹杂了很多属于贝多芬的变化，它的整个结构更加的宏大，时长更长。这2部协奏曲呢，你可以自己去搜来听一下。总体来说呢，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好，那这个之后呢，第3、第4、第5那就各为一组了。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钢琴协奏曲，它是 C 小调，属于贝多芬的早中期作品啊。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 OP37，它的特点呢，就是也差不多，就对应于我们讲这钢琴奏鸣曲的时候啊，这个理解方法它是处在贝多芬的一个变化上升期，它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期。这部作品呢，充满了非常多的英文上叫做 sentimental， 就比较忧郁的部分，而且呢，它非常的动听啊。有一个特别值得讲的点，就是这个第3钢琴协奏曲的钢琴独奏部分呢，如果是一个会演奏钢琴的人呢，你就可以体会到非常独特的地方啊。这里面有很多左右手交织在一块的技巧啊。传统的像海顿、莫扎特的作品，它的左右手的分工啊是严格分开的啊，就是右手专门负责这高音的旋律部分，左手专门负责低音的偏伴奏的部分。这2个呢是基本上不会弹串的啊，而且呢它非常的有规矩，就是有一些规则在古典音乐传统的理论当中是不能够被打破的。比方说高低声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它不能交错，就是你高声部不能进行着然后你就跑到低声部去了啊，低声部你也不能弹着弹着你就爬上来了，高声部永远要比低声部要高，就是你不能去搞这种声部串位的事儿，这在传统理论当中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呢，在第3钢琴协奏曲当中呢，就有一些被稍稍的打破了。作为钢琴独奏者，你就会发现，这个弹着弹着左手怎么跑到右手的右边去了啊？就是它会有少许的声部交织的情况。所以你看贝多芬在非常早期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对这个当时的约定俗成的一个古典音乐的像宪法一样的东西去挑战了啊！你说他连宪法都敢挑战，对吧？所以呢，他是一个特别具有颠覆性的音乐家啊！这是第3钢琴协奏曲。第4钢琴协奏曲，我觉得也是要着重讲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又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开浪漫主义先河的钢琴协奏曲啊！其他什么都不说，它第1个音就告诉你它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们之前其实应该会接触过一些钢琴协奏曲，都是怎么样呢？就是乐队先出来演奏一段，就像一个序幕一样啊，把这首作品里面最主要的会涉及到的主题先给你抛出来，作为一个引子啊，然后呢你就等这个叫做乐队唱个3分钟啊，然后你再千呼万唤使出来，这钢琴才慢慢的进来啊。这是一个传统协奏曲的写作方式。莫扎特的所有的钢琴协奏曲，可能除了第9号之外，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写成的啊。但是呢，贝多芬的第4钢琴协奏曲，整部作品开头的第1个音是钢琴弹出来的，这个就跟他所有的前人都是不一样的